在那座城市的黄昏里，天边染上一抹粉紫，仿佛提醒，爱从来都不是一瞬的告白，而是一段持续的学习。行走在人潮中，耳畔有笑语，也有争吵，有拥抱，也有冷漠。这里，人在学习什么是爱，如何去爱。曾经以为，爱是一种憧憬，向外追寻一个完整的他者，然后由此得到满足。可当夜深人静，内心空洞，却发现再多的拥有，也无法填满那份渴望。这时，才领悟，爱不在外，而在内。它是学会对自己柔软，信任自己，愿意敞开心扉，让爱流进来。在某次旅途中，沿着蜿蜒的山路徒步，山峰扑面，心绪也随之起伏。山间野花渺小，却迎着风绽放；松针厚重，却在风中低语。它们没有为自己预留光鲜的舞台，却在自然的律动里真实的存在。那一刻，仿佛听见大地对我说：真实的爱就是如此，自然的流动，不占有，不依赖，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律动。回到城市，面对工作的压力，人际的复杂，那些自私、嫉妒、恐惧，比较像杂草般茂盛，占据了心中的角落。忙碌之余，却感觉更寂寞。不知不觉，连呼吸都带着沈重。这是心灵的囚笼，让爱无从容身。于是，我选择挪出空间。清晨起来，不急着回复讯息，而是在阳台上静坐。呼吸几次，让心跳与晨光对齐。想象那些负面的情绪，像落叶一样被轻轻吹散。那是一种简单的仪式，让自己重新站稳，把所有杂念归于平静，让心的恢复纯净。真正的智慧来自对爱的领悟，它教会我谦卑，脚踏实地，才不会被虚荣冲昏；臣服于当下，才不会因抗拒而挣扎。于是，我学着在每一个清晨，向天地与心灵道一句：我还在学习，请给我空间成长。这既是自省，也是对宇宙的邀请，让更高的能量进入我的生命。渐渐的，心里的负面情绪不再满意，而成为养分。嫉妒、恐惧像落叶，化作肥沃的土壤，支持爱的新芽生长。曾经看似必须占有的一切，如今不再纠结，因为信任让我明白，真正需要的都会在对的时机，以对的形式回到我身边。爱是流动的，不是固化的形状。像河水穿过山谷，不在意岸边的形状，而是持续前行，滋养河畔的一切。依赖过度，会让爱像被堵住的水流，失去生机。尊重与自由，才能让爱奔腾，丰盈彼此。有次与挚友散步，他说：我害怕失去。我回想自己，曾在害怕中收紧双臂，以为抓得越紧，就能保住一切。直到当那份一切真的离开时，却只剩伤痕。真正的陪伴，不是紧锁在一起，而是各自扎根，在交汇时互相支撑。于是，我们彼此承诺，无论走多远，都愿意保留那份空间，让彼此可以自由呼吸，在需要时，相互为对方撑起爱的雨棚，在风雨过后，依然能以柔软的心，为对方轻轻拂去残留的疲惫。简单是形式的轻盈，它让爱不被繁琐的期待捆绑；纯净是本质的清澈，它让爱不被杂念染色。一朵莲花不因池水的污浊而失去出淤泥而不染的清丽，一颗心也能在尘嚣中回归纯净。回到内在，才能与外在的爱同行。当心中有空间，爱就有位子生根。无论是亲人的拥抱、友谊的扶持，还是对陌生人的善意，都能在纯净的土地上
落下璀璨的花朵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在学习爱的地方，何时完成？或许没有终点，但当每一份自私都成为自省的契机，每一抹嫉妒都化作欣赏他人的力量，每一次恐惧都提醒我更信任自己，每一回比较都成为认清自己真正价值的镜子，我们便在学习爱的路上更进一步。让我们稳稳扎根于谦卑与臣服，让简单与纯净成为日常，让爱在清明的土地上自由地流动。因为真正的智慧就是在这一路上学会什么是爱，以及如何去爱。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后，天边的云层如同缎带般层叠，微风吹过落叶，发出轻轻的低语。你望着脚下那条熟悉的林间小径，心中却生出一种异样的悸动，仿佛某个生命阶段已经走到尽头，该是重新检视自己的时刻了。过去的日子里，你习惯于被工作、责任和他人的期盼紧紧羁绊。每当夜深人静，你仍在脑海中盘旋着待完成的清单，像是无法停歇的齿轮。然而，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悄悄呼唤，给自己多一些时间，多一些呼吸的空间吧。于是，你在这条小径上缓缓放慢步伐，与自我的节奏重新对话。在树影斑驳的光线中，你开始聆听自己最真实的心跳。曾经公认的应该与必须，此刻突然显得那么沉重。你意识到需要抽身离开那个忙碌却失去重心的状态，回到内在核心，完成一次灵魂深处的角色切换。这并非逃避，而是一种自我重整，从外界的喧嚣中短暂抽身，用更稳定的支持、更善意的回应和由责任驱使的爱，照顾好最脆弱的自己。就在那一刻，你仿佛看见自己在内心深处建构一座新的灯塔。它不需要华丽的装饰，也无需照亮他人，它只是稳稳伫立，散发出属于你自己的光。这束光源自你心底的愿景与信念，在宇宙的吸引力法则下，将自然引来与你同频的人与机会。转身离开林间小径时，你带走的不再只有枯叶与落寞，而是重新定义的人生节奏，懂得在需要的人生阶段里，适时放下，轻轻放手，不是拒绝，也不是离去，而是相信每一段陪伴都有完成的时刻。真正的祝福，正是让彼此拥有力量，走回属于自己的道途。回到熟悉的城市街角，你不急着投入下一场战役，取而代之的是每日清晨为自己留下的一小段静默，泡壶热茶，凝神聆听杯中茶叶缓缓舒展之音。傍晚时分，吸一本书，漫步于黄昏下，看夕阳如何在高楼间倾泻。这些简单的仪式，让你持续与内在对话，并巩固那座新灯塔的根基。几周后，你惊喜地发现，曾令你焦灼的决定，竟在心底悄然清晰，是转换角色，还是深耕当下？是结束某段关系，还是重新定义新的相处方式？一切答案都源自那段独处的时光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当你真正与内在核心对齐，宇宙就会回应你的诚意，将最合适的方向呈现在面前。于是，你在工作上选择将精力集中于最珍视的专案，在人际间学会在该退一步时，给彼此更多成长的空间。每一次放手，都伴随着对灵魂的深深信任，每一次重新定义，都成为让连结以不同形式存在的机会。你不再抗拒结束，因为你知道，真正的陪伴，并非永远停泊在彼此身边，而是相信自己拥有航向未来的力量。岁末将至，你仰望满天星辰，心中生出无限的宁静。那座属于自己的灯塔，正以稳健而温暖的光指引前路。它告诉你，在每一个生命节奏里，都需要停歇，
切换、蜕变，而每一次转身都是为了更清楚地看见自己，并成为自己最坚实的依靠。当你回到内在核心，那光就能穿透任何迷雾，引领你向着真正属于自己的远方。那是个清晨，你被窗外一缕温暖的光线轻轻唤醒。刚睁开眼，心中仍带着昨夜未了的思绪，工作、计划，如何做好该做的一切。头脑里不断盘旋着每个细节，像数不尽的珠链紧紧缠绕，让你难以喘息。曾经以为仔细分析、缜密思考能带来最佳决策，可随着时间推移，你发现那份严肃反而将生活的乐趣一点点扼杀。当所有念头都被放大，心便失去了轻盈，像背负着无形的重担，连最简单的呼吸都成了压力。于是，你决定给自己一次蜕变的机会。起床后，不再急于拿起手机或电脑，而是缓缓地站起，赤脚踩在木质地板上，感受那份冰凉与触感。呼吸之间，你试图聆听身体最真实的声音，心跳、血液流动的节奏，还有那份被忽略已久的轻松感。你走到窗边，望向远处的山峦与街道。昨夜的星光已隐没，只留下一抹微蓝。这世界并未因你的焦虑而停止，也从不因为你的计划而特别加速。宇宙的运行自有其节奏，你只是其中的一粒尘埃。于是，你深深吸气，任思绪随呼吸而动，体会每一口空气进入身体，再从体内流出。正念在此刻降临，使你瞬时摆脱脑中分析的漩涡。慢慢的，你想到，当重担卸下，才能看见那些被细节遮蔽的美好。街角那家咖啡馆冒出的咖啡香，晨跑者轻快的脚步声，甚至窗外那棵老榕树的枝桠在风中轻舞，都是生命流动的证明。你忽然明白，放下过度用力的自己，才可能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于是，你选择与无忧无虑的自由精神连结。它不是逃避责任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信任，相信自己灵魂的智慧，相信宇宙的吸引力法则会回应你真心发出的频率。当你心态轻盈，振动提升，你自然而然会吸引与你同频的人事物，并在适当的时机做出最佳决定。那天，你本该为一项重要提案烦恼一整夜，可现在，你决定先给自己半小时的散步。踏出家门，你随意选了一条没去过的小巷，阳光从树隙洒落，像颗颗金色的尘埃。你的思绪不再纠葛于细节，而是与步伐保持一致，一步、两步，感受身体的节奏，感受心灵的自由。半小时后回到办公桌前，你惊讶地发现，脑中不再混乱。直觉在心底轻轻闪现，这个方案需要再简化流程，强调核心价值，更少却更有力。你开始动笔，思路清晰，字句也流畅有力。你终于明白，放下过度分析的重量，让直觉自在流动，才会开启那扇通往最佳解答之门。几周后，你渐渐把这种自由精神融入日常。每当焦虑欲将你吞噬，你便暂停片刻，深呼吸，回到内在那份轻盈。你学会相信，你就是你渴望的梦想，你就是你寻找的力量，你就是你等待的奇迹。宇宙早已在你体内埋下了种子，只待你放松心灵，让它萌芽成长。有一晚，你独坐阳台，星空璀璨。你回想整个过去，曾经的你为了完美，斤斤计较每个细节，错失了多少瞬间的喜悦。如今，你以全新的姿态，接受自己不必事事尽善尽美，生活的美好其实就在不经意之间，一杯热茶的香气，一曲动人的音乐，一次偶然的微笑。你在星光下微笑，
心中充满感激。拥抱这份内在深刻的改变，才是真正的重生。因为你放下了过去那个不断追问为什么的自己，树立了那个相信因为如此的自己。你终于体悟，人生的转折与机会，来自你与内在智慧的对话。当你敢于信任，敢于放松，宇宙就会引领你走上光明的大道。深夜，你躺回床上，回味一天的收获。你知道，过度分析虽曾让你获得安全感，却让你失去自由。而今天，你以轻盈的心，重新为生命注入了活力。你轻轻合眼，在心底对自己低语：我是重生的自己，未来的每一步都将由自由与直觉引领。翌日清晨，当阳光再度洒进房间，你再也不会用沉重的思绪去迎接，相反，你会以一颗轻盈的心，感受每一刻的呼吸，感受每一次生命的跳动。因为你已学会稍微放松一下，就是给自己最珍贵的礼物。放下用力的重量，你才有力量做出最好的决定。拥抱自由的精神，你才是真正掌舵自己人生的奇迹。在那场雨后初晴的午后，你漫步于古老的石板小巷，湿润的空气里弥漫着青草与泥土的芳香。此刻，心中有股轻微的悸动，胸口的一点压迫，仿佛在提醒你，别再忽视身体传递的讯息。长久以来，你习惯用理性去衡量一切，若对方请求，你按部就班的答应；若遇到矛盾，你憋回所有不满；若某种信念经年累月，你紧咬不放。然而，每一次压抑，都让内心的重量逐渐沉淀。直到有天，你的身体用头痛、失眠和心悸告诉你，是时候改变了。那是一个深夜，你翻来覆去醒坐又睡，耳边想着我必须，我不能，思绪就像永不停歇的风车。忽然，一阵胸闷迫使你起身，你跌坐床边，轻轻按住心口。那一刻，你终于听见身体的声音，停止怀疑我。他不再愿意承受过度的理性压迫，而在请求你聆听更深的召唤。跨过那道不舒服的界限，你开始练习诚实的表达拒绝。下一次有人提出额外的工作，你轻声但坚定地说出对不起，我无法再承担。意外的，并未招致责难，只换来对方的理解微笑，你的心底却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。又有一次，你在聚会上敏感地察觉到一个老观念让你陷入焦虑，必须在任何场合都讨人喜欢。那晚，欲言又止的你终于选择沉默，让心底那句我也有权保持安静浮上唇齿。片刻后，空气中悄然流动的是一种自在的轻盈，不再强求，反而更显从容。不久，你发现身体不仅在告诉你何时该拒绝，更在指引你何时该等待。一次重要的决定前，你胸口突然紧缩，你选择延后表态。几日后，资讯更齐全，时机更恰当，你的回应不仅令自己安心，也获得了更积极的回响。原来，沉默亦是智慧。于是，你学会在无形里与身体协作。当内心有欲望想大声说出真心话，你跟随那份急促的心跳，把话语从诚实的深处说出。感谢你对我真诚的邀请，但这件事我选择暂时不参与。声音虽柔，却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。你的肩膀也不再紧绷，呼吸回到轻松自在的节奏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开始体会到身体如何反映出奇迹般的存在。当你尊重它的感受，心电图中的微弱扰动逐渐平息，缓步而行的你，内在何等安详。那草地间不经意绽放的野花，都似乎在为你绽放。微风吹过耳畔，犹如宇宙低语：你宝贵，你值得被倾听。从此以后，
你不再轻忽内在的警讯。无论是头晕欲吐或胸口的闷痛，都让你迅速放慢脚步，给自己一杯温水，一段静默，或是一句真诚的“我需要休息”。你不再怕让别人失望，因为你深知，唯有先让自己平衡，才能更好地为他人而在。在这场身体与心灵的对话里，你发现，跨越不舒服，并非放弃，而是开启更大召唤的第一步。你知道何时该保持沉默，何时该等待，何时该诚实发声。身体如同导航，指引你走向最适合的时机与方式，而那份从容，则令生活更显柔和与宁静。你渐渐明白，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对自身讯息的接纳与回应，真正的奇迹便是身体在你诚实聆听时所展现出的无限智慧。于是，你不再怀疑它的价值，而是与它携手，于日常间经历宇宙的共鸣与引领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